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那我们呢，现在的线上课已经开始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会来看第一款发型。那我们首先去感觉它的今天这个模特的身高已经比较偏高，所以说我们的长度不会去剪得过于的太短。那根据它的气质呢，我们今天也会看一款比较经典的偏气质型的一款发型。所以说的话，偏气质型的发型长度是一定不可以剪得过于太短的。然后第二，它的发质呢是在半年多以前有过烫的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去跟它处理的话，首先是先把上面这一节先去染完，再会去做我们接下来的软化。裁剪呢是要决定层次，所以说我们首先是三分区。那三分区呢，我们在底线这个区域去决定头发的一个重量和长度，在枕骨区呢决定层次的高与低，以及把这块区域的层次一定要剪干净。在顶区呢是决定层次的高度和表面的一个动感，一定要表面一定要剪得轻盈一点，所以说我们去做三分区的一个层次连接。那今天剪的层次呢，同样也是偏一些高层次2:2的高层次，但是2:2的高层次如何剪出来让它不牢记，这个很关键。所以说看我们下面开始的去手法。首先确定我们的长度，长度呢是不要过于剪得过于太短，因为整款发型是比较偏气质的，因为长度决定头发的这种风格也很关键。好，然后呢修圆它，逐渐走圆的方式。好，这边一样相同的手法。好，剪出随头圆的方式。这样就确定了整个发型的一个长度。确定长度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去修剪我们的层次。我们从中间拉一片，提拉角度，头皮90。好，头皮90度拉住，千万不要拉得太高，拉得太高对区域会过于太轻。头皮90度拉住。好，我们先上角，千万不要把底线剪得太干净，底线要保留一定的重量。好，这个转角区域往后靠一片。好，另一个侧面。同样拉到头皮90度，去掉上面，底线千万不要剪到底线会过于的太深，去掉上角。转角区域往后靠。好 ，OK， 我们底线都已经剪完了，同时底线呢去了一个上角，保留下区的一些重量。好，我们第二个区域我们要决定，那我们先要和下区做一个连接，所以说我们先接角度，取一片发片。角度先要和下区做一个连接，45度左右角度。先去做一个层次的和下区做一个连接，角度降低。好，45度左右的，先去做一个层次的和下区做一个连接。好，连接完之后，我们再继续逐渐拉高。好，去掉上面的角，高去角的方式，然后层次逐渐拉高的方式。逐渐拉高去角的方式，然后再拉高，然后再拉高，
好，这样的话就得出了我们的层次。好，这样的话就得出了我们的层次。好，这样的话就我们的层次就可以有大的层次，接近3:1的位置，1份、2份、3份。如果说这里你减到了3:1或者大于1.3:1，上面才容易减出。如果说这里你减，如果说这块区域你就没有把层次减出1.3:1，上面才容易减出2:2的层次。如果说这块区域你就没有把层次减出来，产生堆积，你烫完之后前面也非常的臃肿。这个时候我们持续。好了，由于我前面这片已经剪出了一个层次，所以说我在连接侧面的时候，我只需要拉高去做一些连接就好了，不需要做太多的技巧。再降低，只要找到我的引导线，随我的引导线先拉高再降低，直接去剪就 OK 了。好，第3片，随头圆的方式拉高，好，再降低。那我就没有再一片一片的去找引导线，只要我中间这一块区域的层次出来，我后面只是照着中间的层次听话照做就好了。好，侧面记住，侧面一定要往后靠一片，侧面往后靠一片，角度先拉高角度，先拉到高角度，拉到高角度去剪完之后，千万不要看刀这个位置。如果这个位置你一口气全部剪完，放到下面，肯定底线容易空掉。所以说，先高角度，我们再降低。在角度降低的去连接即可。这样的话，我的底线就不容易缺失。第2片不需要往后面靠，同样先拉高我们的角度，记住千万不要看刀，然后角度去降低。第3片往前靠的方式，先不要看刀，再降低。这个时候你看到我的底线，那同时底线这块区域是有重量的，那层次呢也在开始随之出来。如果说你的角度直接拉高，看刀的去剪，就很容易把这块的底线剪缺失，所以说侧面也非常的重要。好，另外一个区域，中间我们已经定好了引导线，所以说我们直接拉高。好，直接拉高，先剪。同样跟刚才的理论一样的，不要看刀，我们再降低角度。好，降低角度做连接。好，剪到后点这个位置，耳点这个位置，剪到侧区，开始我们的纺片向后做一个偏移。同样先高角度，再拉到低角度。好，开始先高角度，再拉到低角度。好，剪到耳点以前不需要往后靠，同样先高角度。在低角度，高角度是决定剪层次，低角度去剪连接是保证下缺的一个量感，是不容易缺失。如果你直接拉高角度，或者你角度降得不够低，那你的侧面容易出问题。好，在低角度，
OK， 那我们的侧面都已经修剪完成。那同时我们会发现两个侧面提拉出来的法片，两个侧面提拉出来的这个法片同样具有圆弧的法片，这样的话，因为我的底区才会有亮感，上面才会有层次。如果你的这个法片拉出来是这样斜的，恭喜你下面100%准确，而且你的这区的层次容易走高，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技术点，一定要注意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第二个区的层次都已经出来了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第二个区的层次一定要是3:1或者大于3:1，所以说它层次的落差1、2、3:1以及大于3:1，上面才容易剪出2:2。如果你这一块层次没有剪出3:1，上面的层次容易出现堆积，或者说层次不够高。好，我们来开始我们第三个区域。好，第三个区域放下来之后，我们先从我们的后部，角度不要一口气不要拉太高啊，顾客的头一定不要太低了。先从我们的后部，先拉出平行地面和下区做一个引导，先拉出平行地面和下区先做一个引导。好，当我们和下区做完引导之后，我们再逐渐的提升到我们的角度，开始来决定我们的层次。那提升我们的角度决定层次的时候，上面也再去掉一个重点。好，拉到头皮90度之后，我们再拉到横皮，再逐渐拉高，这样去角。好，这个时候再来拉高的同时，反曲线收一个面，把上面的角、顶部的角收得更干净一点，一定要把上面收干净。当然，如果说你剪裁功底不好的，可不可以在这里确定一个长度？确定一个长度之后，下面直接连接。好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公平的剪出来了。一个什么呢？一个，当我们的下区剪出3:1的时候，我们的上区就非常容易剪出一半在这上面一半的层次。如果你下区没有剪出来，在上面这个区域层次剪不高啊，一定要剪好我们的层次。好，当我们剪完之后，当我们中间已经连接好之后，我就不需要像刚才那样直接拉出来，拉到头皮90度，先剪好，先连接，再逐渐拉高。好，直接剪掉就 OK。好，放射这个块区域放射的方式，好，大片的去剪出来。那你这样剪的好处就是做现场，也就只要你掌握了这套系统，你可能剪头发，像这种头发吹干剪就只需要10几分钟就已经把这头发剪完。如果你烫头发、剪个头发都要花半个小时、40分钟，那毁掉了，整个烫时间太长了。好，直接拉高，找到这个引导，直接连接，再拉高一下。好了，侧区。好，当剪到侧区的时候，这块区域一定要往后靠着拉高。好，直接剪一定要快一点点，不要一片一片的太慢。好，这样就剪出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头发的一个层次。好，侧区直接拉到头皮90，整块一块大片拉到头皮90。那拉到头皮90的时候，我们侧区第一片一定要往后梳理，往后靠近。
拉大头皮90。好，拉大头皮90。好，直接剪掉。好，第二片不需要拉到头皮90。好，还原，随后面的引导线直接剪掉就好了。好，第三片我们直接往前拉，直接往前拉，一定要往前拉哈。如果你这一片不往前拉，前面不够短，往前拉直接剪短哈。好，侧去，第一片往后靠，有引导线，直接咔嚓剪掉。提拉的角度头皮90，因为你后面已经定出了一套引导线，所以说你其实第二片、第三片其实就很好剪，你就剪掉。好，第三片往前靠。直接从顶区拉出来，把顶部区的轮廓往前靠，剪一个前短后长的一个轮廓，前面剪短它，前面短。那这个时候剪出了前短后长的一个轮廓。好，剪完之后，我们随着这个轮廓，那修剪我们的脸基线，就是侧面先抬高我们的角度，脸基线，抬高我们的角度，然后角度再放，先抬高我们的角度，再放到45度，我们的角度去连接 ，OK， 角度再放，好，整个侧区。再拿下来45度，合理 ，OK， 连接整个侧区，再拿下来，合理，连接。好，另外一个侧区是相同的时候，先拉高。好，另外一个侧区是相同的时候，拉高。好。角度降到45度，角度降到45度，把角度降到45度。你看，从上往下，多划跟点的关系，从上往下。好，剪出层次，这样我的侧面更容易有层次。千万不要直接拉到前面这样高角度，因为只有低角度它的落差是最低的。那落差最低的情况之下，你这样剪的话，它的层次才会更容易连接。好了，这个时候我们最后剪刘海的板块。刘海的话，刘海我们先来。他之前剪的刘海是很小气的，因为只有一点点不够多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做大气，跟这里刘海的轮廓跟后面的去连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去做大气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刘海区域一定要分个差不多3指位深度，因为这个时候刘海它才是会和后面更容易连接的。那我们首先来确定它的一个长度。那长度呢，我们定到下巴和嘴唇之间的一个长度，先确定它的一个长度。好，确定长度之后，我们从中间的位置，从中分的位置，先再分一个很小的一个三角区块，来确定我此次刘海的一个深度。从你的中分处分一个很小的
那这一块呢，我们会定到鼻尖的位置，来确定它的深度。好，这个时候深度确定了之后，我提拉到侧面，只需上下再一连接就 OK。好，梳好，再连接我的侧面就 OK。好，这个时候就会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短推长。那我们一定要把这块区域保留一个长度，这块区域和后面会做一个虚的连接，这样相同的方式直中长短连接进。当我们长短连接完了之后，我们再整个把这个角度拉高，去掉上面，减轻它的纵面。这样也是相同的方法。整个拉高，去掉上面的面积。OK， 这个时候由于剪短了之后，我们会发现剪完后面梳的感觉，它的这一块的一个整个刘海的蓬松度也体现出来了。然后同时我们会去看到侧面极容易出现短中长的。好了，我们整款头发已经剪完了。我们用刚才的手法去剪完头发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个时候的刘海是特别容易蓬松的。同时呢，我们的刘海具有短归长和后面做了一个这种虚化的一个连接。那相对来，刘海呢是更容易往后走的一个感觉。那我们整体去剪完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整体这个量感。我们会发现它的量感下面的话具有一定的重量，同时呢会过于的比较偏宽的迹象。那偏宽的迹象这样剪出来的这个同样是高层次，它比我们前几年剪出来的高层次一定是比较偏时尚感跟时代感，而不会觉得很老气。同时看出来我们也不会觉得很老气。所以说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软化。那由于它的头发是受损的。所以说的话，我们首先在软化第一个板块选择药性的话，不应该选择特别强的一个药性，应该选择一个比较适中，因为它是基本上是5到7的受损。所以我们取一个比较适中的一个软化产品去跟它去做一个软化。千万我们在实战过程当中，千万不要去选择一个太强的一个药性的去做软化，很容易软化过头。其二，那对于它的软化的时候，我们在涂抹的手法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步可以先采用少量的涂抹方式，因为少量的涂抹方式会让我们的软化比较可控。如果你涂的过于太多，它的软化是比较偏快的。所以我们涂的理念就是少量多次，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样，就是有一些市面上的一些老师叫你软化加一些水，低变迁破冰，那其实就是用水去稀释了你的软化产品，从而导致你的软化变慢，是一样的道理。那我们现在也是用一些比较少量的一个涂抹方式来首先让软化到6、7层，然后这个时候软化到6、7层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涂抹一遍，而达到我们的目的地而已。你可以这样去理解，可以理解为软化的一个加油加多少的一个关系。所以说我们第一遍采用少量的一个涂抹方式。那我们最终这种受损头发建议控制在15分钟左右的一个软化。那少量的涂抹方式之后，你这样涂抹的方式之后，你也可以等到半个小时，只要你不去补药水，它是上不去的了，因为我涂抹的量是相当的少的哈。所以说我们先采用少量的涂抹方式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软化了差不多有10分钟这个阶段。那这时候我去拉头发还是偏硬的，因为现在的软化最多就是7、8成而已，根本没有达到8.5成到9成之间，或者接近9成。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继续再补一些我们的药水。但在补完药水之后，3到5分钟，它这个头发是一定软化，因为我们刚开始包括别的老师去
就是分享一些破冰呀这个方法，其实都是一样的啊。那这时候我们开始去补药水。如果你不补药水，其实你等半个小时、40分钟都没有用了，因为药性随之在慢慢的减弱了哈。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补，但是我补的时候千万也不要过于的太堆积，也是量是非常少的哈，补上去。因为现在的软化基本上也是快接近的状态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掉色的话也是开始掉了，所以说我们只需要补我们一些少量在我们需要看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好，当我们补完停留1-2分钟之后，我们会发现这头发颜色和上面补的颜色掉色，现在是基本上是一度的状态。那一度的状态之后，我们轻轻的拨一下网状，我们也会发现网状也开始呈比较偏密的状态。但是这种网状的偏密，它不是特别的密，还能接受的范畴哈。如果过于的密度很强，这种它是基本上是软化到位或者是过度了。第三，我们再来这样去撑拉的时候，我们3到5根去撑拉的方式。好，这个时候头发也开始变软了，我会明显的感觉到软大于硬的状态，软大于硬。那这个时候就基本上是我们想达到的一个软化，那就开始可以去冲水了。记住，软化的话，我用了3种检测方式。那我不需要过于太软的状态，如果头发过于太软，它会出问题，它会第2次来看也会出问题。这是我们实战当中总结很严肃的一个问题。为什么很多人软化第1次软化的非常到位去烫，第2次会出问题呢？第2次烫出来的没有第1次好呢？就是因为你第1次已经是高软化，所以说我只需要这样软化的状态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去冲水了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上杠。那上杠呢，我们先分好刘海区，一个顶区的优质区、前后区。那我们最终是从后面开始去卷杠，我们开始卷第1根杠。那第1根的发杠的话，我们要上到接近2圈半，2圈半多一点点，小于3圈。因为底层的话，我们圈数还是要适当的偏多一点点。好，整个线定。我们先喷好水，差不多接近3圈的水分。这时候我们用后手，22号的发杠，22号的发杠。好了，在这里陶瓷杠跟数码杠都是一样的哈。然后轻轻的卷上去。卷上去的时候可以多卷一点。那我们喷水其实是喷了不到3圈，但是我们卷呢基本上是接近3圈哈，接近3圈没有不到3圈。好，第2层。第2层我们是直接卷到2圈半。好，2圈半，先垫好发子，然后22号的发杠，1圈，1圈，再来半圈，1.5圈，2圈，好，再来一遍，2圈半啊。这里也是2圈，22号的发杠。如果你想弹性更强一点，可以选择20号发杠，甚至你这款可以选择25号的，但它出来的感觉，你的杠子越大，出来的这个发型就是会卷度越大越柔和。排版都可以用相同的排版。只不过杠决定，你自己决定杠子的大小。第3层开始我们还原裁剪的这个角度，
因为我们开始在枕骨区域以上开始在拉角，那我们这里的话是3到2圈。直接平卷就可以了，不用做太多的上缘技巧，直接卷到差不多2圈的位置。另一个侧区，好，还原我们的切口。提拉角度，还原我们的切口，然后也是平卷，1圈、1圈半、2圈。好，第4层，第4层我们开始要拉高我们的角度，那我们看的圈数会减少。在1圈半的位置，千万喷水不要喷的太多。我们这一块区域只需要差不多1圈多一点点的卷度就好。但是我们在裁剪的时候，这块区域开始在拉高，所以说我们也要开始高的动作，因为我们的切口好，1圈1圈多。刚才相同的手法，也是喷水喷圈的位置，好，拉高还原切口。好了，这时候我们卷我们的侧区，侧区的话，我们需要卷2根侧部区。好，我们提拉的角度往前略微偏移一点点，往前偏移也是做平卷的动作，1圈、2圈、1圈半、2圈多这么一点点。第二层的话，去卷到第2层去卷到小于2圈，也是拉高角度，也是拉高角度。好，1圈，接近2圈，我侧面有一点点，侧面拿不到就等一下，侧面拿过来一点点。好，好，另一个侧面和刚才是相同的手法，但是在我们在卷干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发片一定要保持非常顺的状态。直接平卷，小于2分半。和刚才相同的手法，直接平卷就可以了。
好，最后我们顶区2根法杠，把顶区拉高角度，喷水1圈的位置。好，把把尾这样稍微有点集中的动作，因为上面的卷度略微要比下面更自然一些。你也可以用24号的法杠。好，1圈多一点点，表面不太有多卷，太卷了会容易产生太多堆积。第二片我们一定要往前靠。好，由于侧面我们往前拉的角度比较多，刚才在剪裁的时候，所以说我们侧面往前这样提拉。好，往前这样提拉，直觉相对来说也是平卷的，只不过像在这里感觉是反卷的动作，其实它不是反卷动作，也是1圈多。OK， 后面。好，最后刘海我们选择24号的法杠，不要太小。如果22会过于太小，我们刘海是简短的，不在乎有多卷。那刘海的话，我们用24号的法杠，不要用太小。好，大号这样子直接做平卷动作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全部的这个上杠就已经完成。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排版方式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发型，那只是在于一个圈数的多与少，杠子的大与小而已。这句话很重要。如果你想偏向于造型感，其实你完全可以用25号，它这种长度的保留跟一个层次的搭配，跟一个杠子大小，它会。这个发型偏柔和的同时，它也比较气质优雅女人一点。你也可以，你的客户群接受比较卷曲度管的时间长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用小1号的法杠。小1号的法杠的话，就可以完全接近于泡环的状态了哈。有这样的排版。那我们今天加热温度是115度，分2次加热，前面加10分钟，然后前面加完10分钟，我们把棉摊下来，冷却一会儿，再放棉，再加5分钟。记住，第2遍一定要减10度，第2遍加热温度也就是105度就好了。然后加完热之后，夹板轻轻一过就定型就 OK 啊。那完之后，你看我们这个卷是比较柔软的，也是不会过于太硬，都是比较柔软，比较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用夹板轻轻的过渡一下这个接口就可以了啊，只需要过渡接口。柔软不会发硬的，那我们只需要轻轻过渡一下我们加热完的这个切口啊，接口处轻轻过渡一下，让它的质感会更加。结果就是完全的这样吹干就已经呈现了，包括它的重量比例、上面的线条感、松散感，基本上都已经出来，所以说后面的效果是非常到位的哈。这个。能看到吗？Lately, what been slipping away?